澳大利亚毕竟还是需要中澳贸易，需要中国企业投资的。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先祖有罪没有得到清算，就对中国的企业搞有罪推定，那澳大利亚政府也觉得是说不过去，所以呢，才有了澳国防部审查事件。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说中国企业租借达尔文港是否危害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根据澳联社这些澳媒的消息说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审查了中国蓝桥集团租借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有关文件之后，出具了一份报告，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理由推翻蓝桥集团租借达尔文港的合同。中国企业要和澳大利亚做生意，租借一个港口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此前呢，澳媒曾经报道说，由于中澳关系的不确定性，澳方可能用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否决这份租赁合同。澳大利亚的身兼有这么脆弱吗？达尔文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从这个港口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用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名字来命名的。实际上呢，达尔文当年就是随着英国海军舰队全球旅行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科研成果，对他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创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科学的素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本土唯一遭受过战火的城市。当时日本的海军航空兵向这座城市投下了炸弹，炸毁了房屋，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它也是澳大利亚本土唯一有战争伤亡的地方。今天的达尔文市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北方的一个海岸城市，更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达尔文港的特殊性在于它距离中国最近，而且达尔文港背后是广阔的澳洲大陆。美国在达尔文港长期维持军事存在，要比在关岛、在冲绳这些地方都容易得多。美国可以在澳大利亚囤积大量的作战物资，甚至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工厂来直接为自己生产各类作战物资。达尔文港对美国是如此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去长期租借达尔文港的港口设施，那肯定是会让美国感到不爽。那中国企业租用澳大利亚的港口会不会拿来当作军用呢？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无论从动机和现实来讲，中国企业都没有任何理由在达尔文港采取什么军事行动。首先，澳大利亚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澳大利亚政府总是紧紧地跟在美国后面当狗，但是中国还是尊重澳大利亚的独立性的好歹也是条独立的狗所以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企业都不会在澳大利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从现实性来讲，仅仅靠一家商业企业就想占领澳大利亚的港口并且开辟成军事基地吗？这可能吗？澳大利亚有国防军，而且侵略成性，经常追随着美国和英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难不成一个中国的港口企业就能让凶恶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溃败？然而企业或者是公司变成侵略军，这在澳大利亚人的那里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澳大利亚是英国白人殖民建立起来的，而英国白人在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是逐步推进的，其中征服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时英国的商人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蝼蚁南亚次大陆的人民合资成立了一个东印度公司，全名叫做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这个听起来像是企业的机构，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默许。他们雇佣军队，建立城邦，逐渐发展成一个实际上的印度殖民政府。在争权夺利的宫斗当中甚至排挤掉了真正的英国派遣军。这个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残酷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垄断贸易，而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这个东印度公司发起的。所以贸易公司、港口这样的词汇在澳大利亚的白左听起来马上就会自动的联想到坚船利炮、干涉军和殖民政府，因为他们的前辈就是这么干的。即使中国企业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和政策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
也无法打消澳大利亚人的神经的条件反射。但是条件反射归条件反射，法律事务归法律事务，澳大利亚毕竟还是需要中澳贸易，需要中国企业投资的。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先祖有罪没有得到清算，就对中国的企业搞有罪推定，那澳大利亚政府也觉得是说不过去，所以呢，才有了澳国防部审查事件。我看呢，澳大利亚政府最好还是不要把审查对象放在中国企业身上，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殖民历史才是正道。